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在珠邦大本营驻守45天，只为带你领略最美珠邦。雷神山、火神山当时是几亿人当云监工。做慢直播呢，就是想展现给大家生活当中会轻易看到这种内容，真是厉害啊！会追着天象去，这个去到各地做星空直播，让大家亲身抬头去看星星。七夕的时候，刚好一颗流星划过流星。哎呦，赶快许愿！这是今年8月记录到的最亮的一颗无限的流星。通过大量的直播，我们发现听的时候流星特别多。我突然觉得萧敬腾不厉害了，他只是雨神而已。可以把大流量的版型的情况通过直播的方式带到大家的面前。我这个慢直播，把这个整个的驾考过程公开化、透明化。4次嘞！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拍摄到了3次雪豹。雪山之王。他为什么是这样叫的？怎么是河南口音呢？希望能够通过慢直播这种形式，能够拉近和野生动物的距离，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野生动物的保护中来。4次，又跑掉了。有了！哎呀，跑了！哎呀，终于了！哎，你又掉一个，又掉一个，为什么？好厉害！哎，我觉得我不用比赛了，我帮韩哥抄鱼就是。我是成功被压制的。网友说，邓老师成功的被我们的压制了吧？对。你知道什么是慢直播吗？慢直播应该就是那种慢慢的直播睡觉，是吗？我觉得慢直播应该就是开个机器一直拍吧。我觉得慢直播就是很长的直播。我觉得都不对。我们应该要去问一问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天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汪百科韩哥。哼！刚才是谁在夸我？夸的那么的不走心，是我，一看就知道是导演组教的。不是，说几个他们刚才没有教过的词，预备，开始。好，博学多才。刚才有，学富五车，还可以吧？好吧，说一下有什么问题要问我。请问一下韩哥，你知道什么叫慢直播吗？我觉得应该是种沉浸式的，对，有可能是没有什么声音，然后他就把他自己那种生活状态对呈现出来，比如说打磨一根拐杖，他反正什么都不说，对，就很多人愿意看，对，是的，就觉得很解压。我今天就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慢直播、慢生活，好不好？拿好，一人拿个箱子，好不好？你这是要去干嘛，韩哥？不用管了，送货了，我们是。OK， 有点像小学生春游啊。1、2班集合了，小朋友们不要掉队啊！邓老师，哎，邓老师好。哎，王老师，邓老师是湖北的。哎，湖北哪里啊？武汉。武汉的。哎，你是汉口汉阳是？武汉话比我讲的还好一些。你怎么有不有鱼钓啊？有钓啊，有钓啊。钓挺多的。哇，这个管有多长？哇，这么大一条，真的假的？对呀，这么大一条，哇，香蕉的吧？邓老师，你平常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钓鱼直播？最开始我是做一些那个技术类的直播，因为我主要是以前是技术挺好，我就想跟别人播一些技术。我看那个邓老师直播，他几十万人，基本上几分钟就会上一条，真的。这个看上去我们有时候钓着，别人可能看的时候很简单，说哎一会儿钓一条，一会儿钓一条。但实际上我们提前做准备工作挺多。下面有人，对不对？有人塞这个鱼。我在好多段子里面评论，别人都说下面有人挂鱼吗？怎么这么快？对呀，怎么可能嘛？邓老师号称中国钓王，也是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的这个客座教授。那我们今天就跟邓老师一起体验一下慢直播啊。好嘞。那提前要做什么准备吗？提前我们会去选位置啊。选位置，对，位置钓位。这个位置会不会钓得到？对。另外这一般都是野外嘛。对。这个野外我们要看一下，要做直播这个信号行不行？哦，你看这个最关键，传输信号。哦，对。再第三，这个位置都是开放的，你去钓，别人也可以钓。对。所以我们要起很早，有时候3点钟就得起来抢钓位，把那个位置抢着。
你们因为好的位置和不好的位置，它效果是不一样。那当然了。我小时候我爷爷告诉过我一个口诀，哎呦，春钓寒，夏钓潭，秋钓阴，冬钓阳。这个谚语呢，它讲的是那个气候对这个钓鱼的影响。比如说冬天钓阳，就意思说了太阳晒的，水温会高一点，温暖，这堆里鱼才会多一点。哎，那个鱼它喜欢气温高嘛。哎，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赶紧上手吧，是的，好不好？赶紧上手，赶紧试一下。哎，好，你们就拿自己的箱子，就选个位置啊。我就坐邓老师旁边钓吧，堂哥，那我坐你旁边哦。你坐我旁边会不会影响我的手气？啊？你应该会影响我的手气的吧？小心啊，让一让啊。OK，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基础知识啊。好的。首先讲上饵的方法，就是把钩往上一放，就这一拉就可以了。抛竿就是怎样把这个杆子抛出去。右手把杆子就这样拿着。这样拿着。哎，左手就拿着这个坠，这个铅坠，然后我们会把杆尖子放低一点，这个坠就放高一点，这个姿势，然后我们会往上一挑，它就抛出去了，看到没有？哎，就像汪涵老师这样，浮漂在水面，它不会露出来这么多嘛，是不是？它只有任何一个小小的往下移程，马上一打，它就中了。只要能抛出去，肯定能钓得上。看看今天谁能钓上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天天向上首场慢直播现在开始。大家好，我是邓刚，今天我在天天向上带大家一起做一个钓鱼慢直播。但直播的时候呢，为了好玩一点，我们就搞一个小型的比赛，就是我每年不要参加这个快乐水钓的王者之战吗？今天就给你们来一个天天王者之战，比赛时长就只有半个小时。好，我们每一个人的总重量，最后谁钓的最多，谁就是今天的天天钓王。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在弹幕上给我留言问我啊。甩起。哎，可以。别人说钓鱼，一爱上钓鱼之后就要入坑了。对，入坑了呀。别人都说你千万别钓鱼。跟我说啊？对，这么就能够看出我入坑啊？这个里面都是说你会，都说看样子我会是吧？对，都说你会钓。那我不钓上2条鱼，对不起这个观众了。冻得鼻涕都出来了。你在？祝姐，你在做操吗？不是，因为我一个手抓不住这个鱼，太重了那个了。哎，中了！哇，哎呀，脱掉了！被谁脱掉了？哎，我上钩了！哎，快，捞到了吗？哎，优秀！又跑掉了。刚才在咬啊。哎，有了，就中了吧？钓到了！这是小鲶鱼吗？鲫鱼，有选择性的咬钩了，这是。这一下应该来了。网友说什么？说还不如他们来，对不对？不是，我是成功被压住的。网友说邓老师成功的被我们压制了吧？对，今天一条没钓到，空军这就打龟啊，就是我们一条没钓到，就是钓一个0。有的在里面看着着急，有的人说就不着急。邓老师赶紧搞几条上来，免得您的粉丝钓几条啊。对，免得您的粉丝说怎么还不上鱼都走了，说跟平常的速度不一样啊。邓老师上鱼了。这么快吗？真有这么神？哎呀，哇！哎，也中了！哇，好快啊！又中了啊！又钓一条了。有了。哎呀，这条好大！哎，上钩了。没有，把我的钓走了，加起来5条了。你看我现在拉的越拉越好了，你看一拉这么大一块，就是不钓鱼了。哎。来了！钓了！哎呀，抓起来！鲫鱼！
又掉到一只脚了。哎，也中了。哎，韩哥，你那个是不是有点沉了？哎呀，中鱼了，中鱼了！哎呀，中鱼了，中鱼了！中鱼了！谁？韩哥。哎呀，中了，中了！汪涵老师又中了。哎呀，这条鱼还有点小重量。哇，这个好大呀，感觉。哎呀，这条好大！哎，又中了，厉害厉害！我现在连中3元了，还得是韩哥呀。小鲫鱼，哎，鲫鱼一尾，好厉害啊！哇，鲫鱼一尾，帅。好，别人说你穿的和钓的都像个老手，主要是穿的像个老手，钓的倒不像个老手。比赛还有3分钟啊！哎，又钓一个这，哇，好厉害！哎，我觉得我不用比赛了，我帮韩哥抄鱼就行。哇，这个很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哎，来了！哎呀，都来了！都来了！最后3分钟，下面的潜水员统一出动。这个不会有人再给我们送鱼吧？下面的潜水员听说只有3分钟了，赶紧往上面挂！赶紧往上面送鱼。好，直播结束，太好了，我都没有钓到。直播结束，我们接下来看看谁钓的鱼多。好，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的天天钓王是谁？好，哎，阮若航0.65公斤，吴泽林1.0，刚好。朱子杰的啊0.95公斤，吴泽林目前第1名啊，还算可以了。晨晨是哪里？我这里就不用拿出来了，老师，不用拿出来了，一条鱼没有钓到。好，晨晨和空军。好，汪涵老师。哇，韩哥钓的够摆一桌席了。汪涵老师钓最多，哎呀，这么多。哇，这有个10斤吗？最后一条是时间到了以后照的，你可以剪掉一个。啊，剪掉一个。我们这讲规矩，剪掉一个啊。去掉一个最重的鱼。凡尔赛了2.3哦，2.30。好，根据比赛成绩宣布，今天的天天钓王是汪涵老师。很多网友说我会因此入坑的，我要告诉你们，我入就入。以后在全国各地碰到钓友们，请多多关照啊，多多关照。毕竟第1场钓鱼是跟邓老师钓的，所以江湖地位应该有点高，相当高。对，今天我们在这个邓老师的指导下啊，我们这个钓鱼的慢直播是圆满成功，而且大家呢都基本上都有鱼获，都钓到鱼啊，都钓到鱼了，我们非常感谢。那我们就要请邓老师来尝尝我们湖南的全鱼宴。哇！让我们来一起品尝全鱼宴。好。若浩，你要不要露一手？我今天给大家露一手，用咱们这个1级压榨的长康100%纯芝麻油，给大家做一个凉拌鱼皮。关键是这还是咱们湖南的老品牌呢，吃的特别的好吃。而且这个长康纯芝麻油，它是选用优质的白芝麻、黑芝麻，经现代机制压榨的先进工艺精制而成。是的，这是原味原香，绿色健康。而且这个长康100%纯芝麻油不仅可以做凉拌菜，还可以煎炸蒸煮，样样皆可，还可以蘸水饺，快来尝尝吧！是，关键这个让我们骄傲的就是我们湖南的一个老字号。我真的是从小看广告就看到这个，对啊，也是我们全国芝麻油加工的10强。是的，这个就是特别让人感到骄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邓老师的指导之下呢，我们真的感受到了云垂钓这个慢直播的乐趣。但是其实钓鱼啊是要用时间来打磨你的技术，关键还是打磨你的心性。慢慢钓鱼的人，他还真的就是遇事啊波澜不惊。
坐得住，就好像教太公一样啊。也谢谢登高老师，谢谢。请各位把钓到的鱼呢就放生，放生。来，3、2、1，走喽！快走吧，小鱼。小鱼再见了，小鱼。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棚内去体验更多的慢直播。我看到满天星空在闪烁，星空下有人在直播。突然间有一颗流星划过，马上许愿把好运捉。头顶着看似遥远的天空，全都在他的镜头之中。流星雨躺在床上就能看，无需吹冷风。出门前看一下湖南交通，路况正实时直播中。科目2考试千万不要送，云在前，群众在指导中。还有人拍上山川和湖泊，距离把自然风景记录，让那些稀有野生动植物也能被保护。城市里无法见到的动物，直播间里面可以蹲守。动物园也看不到的雪豹，我们这里有，我们这里有。平日里忙于生活的人啊，远方的风景有多美妙，手机里多么美好的慢直播间等你呀。慢慢的喜欢上慢慢的直播，掌声欢迎钓鱼慢直播回来的韩哥和天天小兄弟。谢谢黄雅妮介绍了天天小兄弟。欢迎大家收看由长冈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原味原香，绿色长康。是的，这个长康啊，我们就要表扬一下啊，特别有眼光。是的，选择天天向上，而且是我们湖南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也希望这个长康的销售量，因为冠名了我们的节目《天天向上》。对。我们世界上的第一场慢直播呢，诞生于2009年。你们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我知道，韩哥，其实第一场慢直播呢是挪威电视台为了庆祝贝尔根铁路建成100周年。当时呢在列车上设置了一个摄像机，然后所有的观众呢跟随这个摄像机行驶了300多公里，穿越了100多条隧道，然后后期没有经过任何的剪辑。当时的收看人数达到了100多万人次，可以说轰动了整个挪威，这么多特别的震撼。你知道100多万人对于挪威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数量？所有人都在家里看，基本是举全国之力了，我觉得。但是近2年，这个慢直播是一种特殊的这个直播形式啊，频繁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观众朋友都会用各种不一样的心态去期待，然后在这个屏幕前能够看到一些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有一种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想问一下雅丽和展豪，平常你们会不会看？我喜欢看的就是我自己追踪的旅行啊这一类型的，我是会行动派，就是马上就要去，看完之后就被吸引了，就迅速到了那儿，受不了，完全受不了啊！受不了。展豪呢？我看的就是比较普通的了，我一般喜欢看一些小动物类的直播。前段时间特别火一个熊猫直播，我特别喜欢。我还发现一个知识点，就是熊猫它的叫声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想象中的熊猫是？当时特别大呀，或者汪汪汪都可以。那是熊，对，那是熊。但其实熊猫的叫声非常的细小，就是咦。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特别震惊，我觉得熊猫不是四川的吗？怎么是河南口音呢？能啥嘞啊？我就喜欢看一些直播小狗狗睡觉的呀，然后给小狗狗对，就是真的有直播睡觉啊？是的，是的。我看过，就是那种在田里面抓蛏子的。抓蛤蜊的，我想更正一下啊，蛏子不是在田里的在那个沙地里是吧？沙滩沙滩海滩边，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啊，很多酒店，他们晚上就会有一个频道，就是放海浪的声音，或者就是一堆篝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好多人睡不着觉，就一直看着。对，有治愈，有治愈。我是前2天刷到一个奶奶，她说她自己有80岁了。直播间的人很少，但是只要有人发了弹幕，他就会很认真的看，然后慢慢的说谢谢你，祝你也身体健康。我就觉得那就是慢直播。所以我们今天天天向上呢也邀请了几位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慢直播内容的创作者。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啊，跟随他们的摄像机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眼中的世界。你好，很斯文的一个男生。大家好，我是赵翔。我来自江苏扬州，我现在是在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从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的工作。然后呢，我所负责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慢直播，目前累计已经有200万人次的观看。希望能够通过慢直播这种形式，能够拉近普通的公众和野生动物的距离，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野生动物的保护中来。哇，那很了不起，这个太好了啊！野生动物慢直播啊，它到底是哪一种？我们通过2点线索来猜一下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个脚印，大家可以先猜一下这是什么动物。熊，肯定是熊吧？熊大，这是熊二，光头强又来砍树了。我觉得不是熊，这有点像猫吧？对，有点像猫。对，猫科动物应该是猫科动物吧？猫科。我们要不再看下一个信息？对，这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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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一个物种正常的叫声以及它正常的脚印，大家猜一下。麋鹿吗？麋鹿的脚不是那样的，脚是那种蹄子呀。对，那是有蹄类，是蹄子。你迷路了吧？会不会是那种小狮子、小老虎之类的？哎，小狮子、小老虎，猫科。对。但是好像小狮子、小老虎的叫声，然后狂野一点，是不是这个样子？要不我们进入直播间看一下？哇，太好了！哇，雪豹，雪山之王。哎呦！好萌啊！他突然一叫，他为什么是这样叫的？他感觉没有那么吓人了啊！他一叫就破防了，是不是猫射他了？是不是？人射他了，有点可爱了。豹射他了，雪射他了，应该是。对，他会对所有的红外相机都非常的好奇，对，想来观察一下。这个摄像师现在还好吗？我想问一下。这是一个自动拍摄的那个红外相机。对。大家刚刚听那个叫声就能够听出来，实际上是一个特别萌的大猫。那它其实特别有意思，它是全世界大型猫科里面唯一不会吼叫的动物。因为它舌骨的骨化程度很高，它的弹性纤维的组织后壁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它不能够吼叫，只能嘤喵喵喵的这种，就是介于嘤和就它，我觉得它就特别想营造出一种我好凶，对，我很厉害的样子，但实际上它整个那个样子都是会特别的可爱。嗨，哇，好可爱！所以在野外也是，我在野外见过5次雪豹。最近的一次在河边去散步。就是突然间一抬头，发现他在对面喝水，然后就最奇妙的是，他看到我之后，他就缓缓的这样，装作一动不动，就假装你没有看到我，我也没有看到你，就是他就待在那儿，然后我就想，哎，那我也不能影响他，所以我就故意假装继续从他旁边走过去。2个社交恐惧症，看到他，对的。为什么会选择雪豹慢直播呢？就是我个人会有偏心嘛，就是我首先是特别喜欢野生动物的。那么2010年实际上是一个契机，当时因为玉树地震了，那我到了玉树去做志愿者之后，会发现天哪，这真是一个野生动物的王国。你在路上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藏野驴、藏羚羊，是吧？甚至狼这样的物种。所以我当时觉得说我要留下来。我当时做的第一个的研究的工作就是雪豹。其实这个野生动物的慢直播啊，它不仅仅带来趣味性，还有这种大家看到雪豹之后的那种兴奋感。对，其实观众呢也可以慢慢进入到直播间来一个云监测，充当临时雪豹的这个监测员。对，看到雪豹他们会留言嘛，哎，几点几分，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看到，他们往往也会截图发给你们啊。是的。那目前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雪豹出现过多少次？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拍摄到了3次雪豹，其中最有特点的一次是一只雪豹妈妈带着刚刚出生的幼崽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还得到了央视新闻的报道。是之前上热搜的那一次了。来了，来了！哦，这是妈妈，对，哇，你看它跟山体融为一体了。哦呦，这是第一只宝宝，对，大宝，紧紧的跟着妈妈。这个时候会不会弹幕把屏幕挡住了？然后妈妈回来看，因为她发现宝宝少了一只。第3只呢？对，调皮的来了。哎呦，哇，好可爱！实际上，大家看到那个时间是10月份，雪豹大概在7、8月份产崽。哦，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它刚刚准备带小崽出来适应环境。因为雪豹是没有洞穴的，它只有在繁殖季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洞穴，随后它就会带着小崽出来，教一下它的觅食和它的捕食的这些技能。对，所以是非常难得的在野外能够记录到这样的行为的。哎，它们一般吃什么呀？雪豹呢，主要是吃的是有蹄类，在我们这儿主要吃的是岩羊。它还会吃旱獭，就那个土拨鼠，还有土拨鼠。然后呢，它还会吃白唇鹿，或者也有可能会吃鼠兔，还有一些它会吃老百姓家的牦牛。所以实际上，保护工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老百姓和大型食肉动物共存的问题。对，我们当时跟这个 WWF 我们在做一些合作的时候，就在研究保险来进入的，对，有一个补偿机制。这样的话呢，农民或者是牧民啊，他就不会因为动物到你家里吃你家的玉米啊或者什么东西去打它。那么到时候保险公司来一看啊，根据这个动物的情况，根据损失的情况，它给予你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补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保护物种多样性的过程当中，人它起到的作用有可能就会更大一些了。是的。他们现在跟人类的互动有这么多，会不会像我们圈养猫猫狗狗一样，也给他们取名字？取名字可以吗？取名字是可以的，因为每只雪豹的花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给每一只雪豹起一个名字。对，这些名字有些是公众起的，有些是当地人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只雪豹特别有意思，它有个本地的名字，叫贡日加布，在藏语里面，贡是雪的意思，日是山的意思，加布是国王的意思。雪山国王。对，雪山之王，雪山的国王。对，这是当地人起的，因为这只是一只特别帅气的年轻的公雪豹。哎，它不发出声音，真的感觉很有威望啊。对，它然后一叫，你发出声音你就想去摸它。这只也很有意思，这只的名字叫迷糊。对，感觉有点喝了酒了，这个有点。他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没有睡醒的样子，像头天晚上跟7个发小在海滩边喝了一点东西，看完星星的样子。这就是那一只通过那个花纹，然后又把它从红外相机里面把它给调出来之后，就是这一只雪豹。雪豹妈妈，雪豹妈妈，豹妈。对的。然后呢，也特别巧，因为我们这一次所记录到的这个雪豹妈妈还没有名字，所以我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利用今天这个场合，能邀请各位给这只雪豹起一个名字，行不行？这个花纹如果叫爆米花怎么样？哎，爆米花。我也想的是这个，哎，真的吗？您想的是这个吗？啊，不算，你重新说。我是爆米花吧。好的，好。我觉得叫雪糕啊。哦，在雪山很高的地方。对，我觉得用大家现在特别流行的叫它雪宝。雪宝谐音。我觉得还是可以以发现它的那个故事来命名。它不是带它3个宝宝一起吗？那就叫大宝宝。我以为叫3宝是吧？叫3妈呢。大宝宝。我觉得就是孩子的母亲就宝妈。宝妈也很好。我个人实际上是非常喜欢爆米花这个名字。我也希望能够让雅丽起的这个爆米花的名字能够载入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也希望雅丽能够持续的来关注这只叫做爆米花的雪豹，持续关注对于雪豹的保护的工作。目前啊，三江源有多少只雪豹？你们现在大概统计了一下吗？这些年，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的推进，以及当地人的非常有效的参与，目前呢，大概在1000只左右。哇，那还可以啊。第一个是通过红外相机能够把花纹进行识别，来算出一些局部区域的密度。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通过粪便做遗传 DNA 的方法，把个体给识别出来。哇，这个粪便对于你们来说其实还挺重要的啊。是，就是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在野外看到一坨雪豹的粪便的时候，我们都是惊讶的啊，就要叫出来的，很开心，就大吃一惊。不用大吃，不用大吃，就可以了。就是很惊讶嘛，我们形容惊讶就哇，看到了雪啊，大吃。就动物粪便对于他们来说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很多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会被戏称为捡屎官。是的，在野外，所以我作为一个合格的捡屎官，我也带了我们2罐采样管。哎呦，口袋里面，在口袋里面掏出来的。这是一个合格的捡屎官，大可不必。有点太合格了。对。其实一坨粪便可以告诉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我想大家猜一猜，这2个里面哪一个是雪豹的粪便？这咋猜啊？闻吧。来。哇，第一次在节目现场这么多人围着一坨便便在这里啊！好，柱子，打开手套，用镊子把它2坨便便放到这个地方。是人类发现的，大家观察一下。哎呦，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可能是什么牦牛啊，什么的，颜色稍微黑一点。这一坨这一看挺像嘞，你夹出来吗？这个杂质有点多吧？会不会？感觉像一只雪茄，不是？对，你们可以把它给弄碎了之后，可以看里面有什么，对，做一下观察。对，会不会有它？哎，这个应该是碎骨头吧？对，当时他吃过的东西。是的，对。这个硬的跟个石头一样的了。你用手掰噻。好了。有动物的皮毛，有毛发，看见没有？有毛。这个颜色偏绿，感觉像那种食草动物的。我觉得应该是蓝色的瓶子。我觉得还有一种一个方式来判断，就是排除吧。一共就2个。因为这个长得有点像狗屎，就是这种坨大坨的。这雪豹是猫科动物，所以就像猫屎。这个确实像猫屎，圆圆的。好吧，现在大家投票，觉得是橙色瓶子的，请站在橙色瓶子的背后。我觉得是这个。我们4位都站在这里。对，我觉得这么多，全部都好。认为是蓝色瓶子的，请站在蓝色瓶子的最后。如果答对了的话，这一坨便便就送给你们做纪念。哎，我是怕他送给我。好，接下来请照相公布正确答案，雪豹的便便到底是哪一坨？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面。我说了吧？哎，正好2坨，你们可以看。其实一坨便便可以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信息。我刚刚讲的是第一步，最简单的一步是我们回去之后可以通过它里面的毛发来通过在显微镜下看它的鳞片，它属于什么动物，它到底吃了什么。第2步是我们可以提取 DNA， 看它的性别、它的个体，然后还可以做这个亲缘关系和遗传距离。这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测出青海的雪豹、新疆的雪豹和甘肃的雪豹到底谁跟谁的关系更近。当我们在修了高速公路和铁路之后，到底有没有阻断雪豹和雪豹之间的谈恋爱的关系？因为可能会有阻隔，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把它给做出来。那岂不是能看出他当时在产出这块便便的时候，他的心情状态如何？对，这是一个，现在也有最新的研究是可以测激素，然后可以算出来是她是否怀孕以及她是否压力很大。这个主要用于动物园的研究，因为动物园饲养的动物压力一般都有应激行为。对。所以现在动物园的粪便都会拿出来，在实验室里面来做它的压力指数。谢谢3位来参与啊！其实呢，守着直播啊，看雪豹呢有最佳的时间。对，所以其实雪豹是一个典型的晨昏和夜出的这样一个动物，在晨昏的时候是最容易看见的，还有在这个夜晚。那么如果大家在这个时间去守着它的话呢，它的概率是更高的。但是我们也有研究表明，在食物密度更高的地方，雪豹会更懒一点，就出来的会更少一点。当它食物密度更少的话，它就会比较需要更勤劳的出来捕食，它的活动就会更频繁。你看这个刚好是我们认为的相反的啊。对，我们觉得食物多的时候，它就拼命出来捕食呗，这么好的机会。那是人吧？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抓拍雪豹的难度这么大，您直播的时候这个机器的选址应该是怎么样去选的？对，选址其实挺困难的。我们那个直播间其实运气特别巧，就是1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选了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对，因为当时是我们天天向上的同事一起去的，所以那个位点我们就一直保留住。所以我们上我们有8年的数据，知道那个地方雪豹会经常来，因为我们在野外现在将近有1000台的红外相机的数据。1000台。所以我们首先会基于这些数据来看哪个点雪豹会经常过来，因为雪豹的家域它根据它的食物可能从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都有，所以它可能1个月呢它才会巡视它的领地巡视一次，就要选这种雪豹相对比较稳定的点。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考虑通讯信号，像我们的那个点的海拔就有3800米。哎呦，老师，那三江源地区除了雪豹的慢直播，咱们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慢直播吗？对，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还有一个叫水獭的慢直播。水獭，看看我们都以为是蛋挞什么。你说的是旱獭。哦，旱獭。旱獭，对对，那是土拨鼠。我们现在还在准备的有藏狐和狼的慢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了。我就戴个头套，我就去。哦，太好了。对，水獭的慢直播应该会比较有意思，因为它是一个水利工程师。水獭呢，它是可以帮你清理河道的。韩哥刚刚说那个跟水獭非常像，那叫河狸。河狸，实际上水獭是可以吃河狸的啊。对，所以我不喜欢它了。它吃工程师，把工程师都吃掉了。看一下水獭的慢直播，对。我还是不喜欢你，因为你吃河狸。哎呦，它在舔毛吗？好可爱！哎呦哎呦哎呦！他在挠痒痒。韩哥会不会稍微增加点喜欢？好吧。谢谢。有点像鲨鱼长了脚的样子。哇，好可爱。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啊，三江源作为国家公园，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海拔很高的生物多样性一个集中的自然保护地，在那个地方其实汽车是不能够进去的，大量的设备其实就是靠人，而且有高反，而且要扛那么多设备，要建这个基站，所以很难，的确很了不起。当然，我们在三江源我们看到的是雪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棕熊好像有。对，藏棕熊，藏棕熊是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地的物种。这就是这是一只我们拍到的刚吃饱的藏棕熊，就在那儿打盹，冲盹儿。这是穿了个背心是吧？对，吃饱了发饭，穿了个衣子肩，这是。对。这个地方，这是你嘴那么说长得像我，你说藏狐。但是我觉得你比藏狐还是好看多了，对，就是藏狐为什么脸长得这么方，是因为它有袄泡，它的袄泡特别大，是为了要听到地底下的声音，因为它是主要吃鼠兔的，鼠兔是引起草地退化最重要的物种，所以藏狐它有袄泡，可以到底下去捕食，听那个鼠兔的声音，所以脸大也有好处，好吧？现在流行脖子脸，是的，流行脖子脸，我有耳泡。哇，很可爱！这只大家都认识吧？矮脚，这猞猁，韩哥是专业的，对。矮脚还客气。猞猁最大的特点是它那个耳朵上有2撮小尖毛。哦，我以为是草，那是它。你以为是它的发卡吗？你看它旁边的那个。并且猞猁是约等于没有尾巴的，它的尾巴会很短。它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夜间的捕食的这样的。是的。对，这是金雕，哇！金雕它的臂展可以到2米，2米。我在野外看到过金雕直接把小岩羊给叼起来。老师，是因为它的背部是金色的吗？太阳底下它的毛发会呈现一个金色，对的。牦牛，野牦牛，对的。看见它以后啊，你还是稍微躲远点。对，它应该特别大一只，体型特别大，坦克一样，是不是？它真的跑过来的时候地动山摇的。对。三江源现在目前根据最近的研究，它的国家1级的保护动物就25种左右。哇！那么它的2级的保护动物有将近60种。这一只呢就是金钱豹。哇哦！这是藏原羚。哈，它的屁股是一个心形。就大家都说连屁股都是爱你的形状。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了吧？藏羚羊。对。藏羚羊是西南高原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案例，像这些年随着各界的不断的投入，像藏羚羊的种群在恢复的是非常快的。现在官方的公布是从最早的7万只到现在20万只。哇，真好，有这么多了。有蹄类其实是恢复很快的一个物种。对，所以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就是只要人类给下一点点空间，野生动物都能够活得很好。所以对于保护从业者来说，我们要解决的永远不是野生动物的问题，我们要永远解决的是人类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野生动物共存的问题。哇！
当然，电视前包括现场的有些朋友就说啊，这个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它就是我们整个地球发展过程当中，它伴随我们成长的一个拼图当中的一片部分。你不管它是一棵草，或者是一个种子，你缺失了它，它就不完整，都是不可或缺的。其实野生动物的慢直播呢，不单单是让观众朋友看到平常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你就像前一段时间云南的大象迁徙，是吧？你看央视也在一起，每天都说啊，可爱的小象又到哪里啦？大象一家人。对，小象大象一家人很可爱，说又迷路了，什么什么的，卡住了。通过慢直播呢，是让更多的人他能够了解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产生兴趣，保不齐未来中间的小朋友啊、年轻人，他就加入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当中去。我想这应该是赵翔你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是的，我要补充一下，宇之老师来了天天山上之后，我们接下来几年的招志愿者的情况都极其之佳。所以现在到了一个低谷，所以我想再来一下，再刷一下，好吧？谢谢韩哥，再刷一下，马上就来顶峰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呼吁大家啊，善待野生动物，然后尊重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规律，好好保护它们。然后也希望招生再次迎来波峰，好不好？好，谢谢赵老师，谢谢赵老师，谢谢，请坐。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戴剑锋的直播间，感受一场浪漫的慢直播。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剑锋，我是一名全职的星空摄影师，来自山城重庆。在这过去的2年里，我走遍全国各地，给大家带来星空慢直播。哇！先来看一段 VCR 吧，我的直播里的画面。这是在新疆看的金星半月，那颗最亮的星星就是金星呢。这是上个月刚发生的月偏食，天狗食月的景象。哇哦！到了海南，我们来欣赏一场海上生明月的景象。哎呀！到了广西，我做了一场直播，关于萤火虫与星空共舞的画面。你看那一闪一闪的，就是萤火虫了。哇哦！我们来看流星，这象限一座流星雨。哇，这么大！哇，这个太漂亮了。今年8月记录到的最亮的一颗阴线座流星。哇哦，好美！哇哦，真好看。是什么事情突然间让你小时候看到还是怎么样萌生了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职业？小时候是没有任何星空的记忆的，也是一次很偶然的经历。当时去到了贵州的梵净山，已经27岁了，然后第一次抬头看到了满天的繁星，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东西存在，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成为一名天文爱好者了。27岁的时候，第一次抬头，之前没抬过头，之前都是这样的。从小就有手机。哎呀，其实星空摄影师呢，可能全世界加起来也就不到20人，特别少的。所以你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家庭有小孩了。哎，那可以带着他呀。对，我就准备带着他一起去追星。追星啊，这个星追得好。哎，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星空慢直播的？星空慢直播是在去年的5月份。当时我在贵州进行了第一次星空直播的尝试，也和媒体一起合作。当时第一次直播就有上千万人一起和我们看星星。上千万人。后面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就专门去到各地去做星空直播，然后也想大家和我们一起去抬头去仰望星空。12月12号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有迎来双子座的流星雨，对，好像是全年流星数量最多的一场流星雨。对，它是北半球的3大流星雨之一。极大值的是我们1个小时能够看到120颗以上的流星，这么多。对，肉眼可见。12号、13号、14号这3天晚上都是非常值得观测的。我也会做直播。看我们这个剑锋啊，有很多作品获得过国际上的一些大奖，包括像这个法国天文学会的，包括北京天文馆的，由他发起的这个丝路星空的拍摄项目呢，更是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赞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是在西藏拍的这个银河，然后在右边可以看到北斗七星，看到了吧？哦，那个勺子像勺子的样子，对。左边最亮的那块是银河系中心的位置。这张是最近拍的了，当时我在腾格里沙漠里面爬了大概有5、6座沙山，站到了那个山脊上，然后一直等待满月从我的头上升起来。哎呀，这个还是有点感觉的啊。是啊。这张是我去年7月份，当时去到了陕西。这颗彗星呢，是这我们北半球近10年、20年来肉眼可见的一颗大彗星。哇！哦。下次我们要再看到它，知不知道等多久？多久？整整6800年，6800年。哎呦！它6800年以后，我们才能再在地球上看到它。下一张这样的照片你交给我，我去拍，我去哪儿拍呀？6800年。哎呦，这个，哦呦，像不像极光？像，有点像，但其实不是。这个天象呢，我肉眼看不到，但通过相机的长时间曝光，能够把它拍摄出来。它是高层大气的一些发光粒子形成的这种叫做气辉的现象。然后这个呢，你看到有红的、黄的、绿的，就是大气中的不同的粒子产生的不同的颜色的这种气辉。而更有趣，你看到没有？有个漩涡状的结构。对。这是什么引起的呢？当我在西藏拍摄的时候，在距离我200公里以外的孟加拉国，就有一个很强的雷暴系统。更有意思的是，当我在西藏拍摄的时候，NASA 的卫星在太空中也捕捉到了这个现象，就地面跟太空结合。因为科学家就会去研究这个气辉，来通过它来研究高层大气，能够对科学研究提供帮助，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后来我的这张照片也登上了美国科学院刊的封面，还有《自然》杂志。哇哦！人家拿卫星看，拿摄影机就看到了，这个太厉害了。对。那老师，我想问您，您拍这些照片是不睡觉吗？也不会。其实我通常拍摄可能12点、1点前就结束了，只有少数的时候，比如说我要看流星雨，又或者是说我要去拍摄中国空间站。像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中国空间站就会在黎明前出现。我们来看这段视频，你看到上面有个点，出来了，对，中国空间站。哇，好快啊！这个是哪？这个就是它在我们夜空中飞速的移动，在城市里都可以看到。看到那个在动的，我这突然有点感动了。上面有我们中国的宇航员呢，还是很神啊。那到目前为止，您一共做了多少场这个慢直播？我从去年5月份到现在，差不多做了40多场直播了。哎，那这个弹幕当中会不会有很多人提问，趁机也可以做一些天文的科普？对，是的，然后有很多的天文知识都在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星星在闪烁，它们真的会眨眼睛吗？星星呢，一般在靠近地平线的时候，它眨眼睛眨得比较厉害，而高处的一些星星就不会眨得这么凶。因为什么呢？因为靠近地平线的时候，地球大气的抖动会更明显一点。然后因为大气的抖动，星星就会忽明忽暗，所以说像眨眼睛。好，问题2， 12月份的流星雨为什么叫双子座流星雨？双鱼座有流星雨吗？我们在黄道12星座里面有流星雨的，双子座流星雨，狮子座流星雨。还有这个宝瓶座流星雨，白羊座有吗？金牛座流星雨，白羊座有吗？几个白羊座在问，白羊座好像没有。流星雨像从一个点辐射出来的，这个点就叫做辐射点，这个辐射点位于双子座，所以说叫双子座流星雨。然后这个点跑到猎户座去了，就叫猎户座流星雨。所以说它并不是每个星座都有的。它不跑到我们这里来，那我们自己动。我们自己有可能没那么好客啊，我们要改一改。除了这个提问啊，直播间里面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呢？特别多的看流星雨，大家就会许愿、表白。对。然后流星雨就变成了雷劈现场。变成了雷劈雨啊！什么谁你一定看得到。但我的流星雨直播间里面会有点特别，我会让大家去点歌，然后给大家放。星空雨歌，频率最多哪首歌？你觉得哪首歌你最喜欢听？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来，我们掌声欢迎言承旭。
还有那个心愿便利贴也可以啊。制作流星雨洒满天际，点燃就只限女方代替。我只会唱那个月亮宝宝到底走过掉去来买菜啊，这个是很好听啊，好听。但是，通过大量的直播，我们发现有一个歌手的歌，大家特别喜欢听，周杰伦，而且流星特别多。周杰伦，对，周杰伦哦。哎，他不是有一个歌词是什么一颗两颗哦，一手牵手一颗两颗三，心情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是吧？有这个词嘛，对不对？对，特别神奇。而且我们听稻香的时候，就一首歌的时间能够看到7、8颗流星。哇这个是有做，你数据有显现它。对，真的是这样。同一个时间段，我们放其他人的歌，就发现没有那么多。后来搞得大家都只听周杰伦的歌，然后流星就哗啦啦的下。这些流星哗啦啦的下。突然觉得萧敬腾不厉害了，他只是雨声而已。这些流星雨。流星雨声。你们最近一次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抬头看星星。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是跟我哥哥还有我2个妹妹一起爬到屋顶上蹲了1晚上的流星雨，我们真的有看到。那个时候我是许了一个愿望，希望我妈可以给我买一个 MP3， 而且我实现了。哇！妈妈就在楼下。您学的声音太大了。我是8月的时候和我的朋友就是约去看海，然后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在沙滩上搭了一个帐篷，然后就几个人7个人都是发小，大家看那个星星的时候，突然间就不说话了。我记得很深刻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不说话，然后就看着星星。然后其实为什么觉得那个星星很漂亮，是因为我们朋友都在，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工作也幸福感应该特别高才对。对，韩哥，我上次应该就是在香格里拉，我们一起做向善的时候一起去的。对，就是密密麻麻的星空，然后还第一次见到了银河，当时特别的激动，还拍了下来。对，我有一次被星空震撼。就到云南，然后呢，到了一个佤族的一个山寨，是山上收拾完了以后说，哎呀，出去站一下吧。然后一抬头，我的天啊，就觉得满天星星，然后很亮，而且很低，对，觉得离你特别近，那一下就懵了，对，就傻在那儿了，太漂亮了。就要那一刹那，就你不知道，突然抬头一看，满天星星，就一下子把我打动了，然后我就掉入天文爱好者的坑里了。你就入坑了啊？对。那你基本上跑遍了全国，你觉得到目前为止最佳的这个观星地点是哪里？其实我国西部的很多地方都是很适合看星星的。哦。然后特别是在青藏高原上面，高海拔、通透，几乎是世界顶级的观星环境。比如说你到北边，你去到新疆的喀纳斯，你会在那儿看到北斗七星。永远都不会落下去。我们如果去选择观星的地方呢，是城郊会相对而言会好一些。对，你看啊，就其实你看整个这个灯光的这种分布，你会发现，我们想要看流星，你要去观星的话，一般要去稍微远离城市的地方，像红色、黄色的区域就灯光太强了，而去选择蓝色、黑色、灰色的这种区域，看到的星星数量也就会越多，它几乎是成正比的。我看湖南很多大部分地区应该都还挺适合的。湖南的东边、南边其实有很多地方都不错，越靠近山区越好，海拔越高，其实离天越近。然后呢，光污染也相对要少一点，就更适合观测。如果你要看流星雨，就视线四周都没有遮挡是最好的。但如果说你要去看金星伴月，那么你只要在西边开阔的地方就好了。像我们前段时间你要看月偏时，就一定要东边特别开阔，你就能看到那个带时月初的景象。对。你夏季要看银河，就要找到南边的位置，才能看到银河系中心。然后，如果我们就在湖南看星星，也有特别的。对，有一颗星很独特的，叫做老人星。老人星。
然后我在今年2月份就做了一个直播，来到了南岳衡山去看老人星，去展现诗人李白诗词中的画面。衡山苍苍入子迷，下看南极老人星。你看天边的那颗亮星就是它，看到它就象征着健康长寿了，就是一颗吉星，特别好。好几100岁。直播看到了。我跟这个小戴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做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做《云上的小店》。我们在浏阳的小荷乡，小荷乡就是湖南乃至周边几个省最好的观星区。那个地方看到的银河是令人震撼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它那里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光污染，所以我们在那里要建一个天文台。你们下次有机会在我们的天文台去看星空，美极了。我们谢谢戴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也谢谢奔波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追星的人们啊，正是在你们的引领下，包括你们的守护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在杂志上、在电视上、在很多地方看到我们平常不曾看到的，但是其实就在我们头顶的那个美丽的、让我们感动的星空。也希望未来你追星的日子能够越来越甜蜜，越来越幸福。好，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下一个直播间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雷神山、火神山当时是几亿人当云监工嘛。在珠峰大本营驻守45天，只为带你领略最美珠峰。交通慢直播，做您最贴心的出行小帮手。今年国庆，我们是做了一个长达200个小时不间断的接力直播，观看人数是达到了421万，反响比较好。感觉还挺好看这个直播。科目2的驾考慢直播。还是随便过来。没有打方向灯啊，他单手开啊。那是不是把雨刷当成转向了？第一下紧张了，是不是？打了4次。幸好我已经拿到驾照了。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了解一下是跟我们生活啊息息相关的交通慢直播，有请我们的警花警长，有请。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岩，今年是26岁，现在是在湖南省交警总队的新媒体负责宣传工作。Hello， 大家好，我叫高朝峰，今年32岁，来自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现在呢主要负责长沙交警的新媒体运营。交通慢直播，做您最贴心的出行小帮手。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涵，今年是快50岁啊，这个忽略不计，我是湖南省这个交通形象大使啊。对。交通的这个慢直播呢，也被称为是最便民的、利民的慢直播，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帮助？我们平常看的话。那通过收看我们的这个慢直播呢，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给大家呈现出一个交通的通行状况，比如说哪个地方会出现大流量，哪个地方会出现缓行，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的慢直播里面看到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的出行高峰期，比如5、1、11这样的节点，我们会开展一个联合的慢直播，联合我们全省，或者是联动其他省份。那今年国庆我们是做了一个长达200个小时不间断的大直播，也是首次联合我们的广东交警和湖北交警进行了一个路况的接力直播。观看人数是达到了421万，反响比较好。哇，400多万，多不容易啊！那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准备？对，因为我们当时的国庆大直播打的是云游湖南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挑选镜头的时候会挑选一些景色比较好看的，然后画面比较通畅的，没有卡顿的，就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看我们湖南的美景。我们当时是从全省的2000多个镜头挑了20到30个左右的。然后还有一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说。对，当时我们在挑选镜头的时候嘛，特别累，然后大家都挑到了整中1、2点钟，然后回去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我们前一天晚上把那些镜头都调得好好的，把角度也对好了，然后第二天发现镜头被别人动过了。
对，哎，这个就很镜头崩溃。这个镜头会被人动吗？它不是我们平时的那种。它可能是头一天晚上，这个风控中心在调度路况的时候，它可能会随时的去调整。是遥控动了。我脑子里想的人。你以为是拿一个木杆子是吧？哎，把它拖一下，捅一下是吧？也是个马蜂窝吧。那老师，我平常在手机上，我们用一些导航的软件，就可以及时的马上显示这个地方是红的，还是绿的，还是黄的。对啊。那看你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是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互补的信息呢？第一个呢，就是尤其是咱们在节假日的这样子的慢直播，有时候会突然某一个路段的这个车流量突然增加，又有可能突然某一个路段降暴雨啊，或者是团雾，那么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对。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有一些导航软件它不会那么及时的更新到。对，它不会显示。写不出来。对。而且我们的直播呢，其实是动静结合的。除了我们一些固定的这些探头以外呢，我们也有就是咱们的民警在景点周边啊，或者在高速的这个出入口啊，然后带着这个镜头一起，走进各个的路况啊什么的，然后也会在直播间会对大家的出行啊进行一些解读啊，一些绕行的提示。我们的高速免费是从今天晚上的12点一直持续到5月5号的晚上12点，感觉还挺好看这个直播啊。对。除了路况以外，还有一类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我们小高给大家介绍一下科目2的驾考慢直播。幸好我已经拿到驾照了。一说驾考，大家就特别有那种代入感。对，上坡起步，倒车入库，侧方位停车。哎呀，大家就特别有画面感，就想到自己以前那种感觉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视频来更直观的感受一下。现在已经有这个直播了，对吗？对。可以看一下吗？可以看一下。考第4配的。他知道吗？他知道有。考生在考试之前，我们是告诉大家我们会进行直播，但是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对，是不会有声音啊，也不会影响到他的视线的。倒车入库。倒车入库还是容易一点哦。侧方位好难。哎呀，出现了。正在正正考试过程信息。哦。请耐心等待。成绩不合格，请不要下车。准备补考。我听到过这个。对，准备补考对吧？还是考试不心碎的声音。有的不应该，应该是谁编过来？考4次了都没过。考了4次了嘞。哎呦，懂这种沮丧。请开始考试。倒车入库。这次应该可以进。车身出现。正在正正考试。我看的我好紧张。请耐心等待。成绩不合格。不晓得废，不晓得油，主是在进来的人。对。完了！啊，你看这个关门的声音好响的。哎，怎么会想到做这样的慢直播呢？第一个，大家其实都觉得驾考是一个很神秘的。对。通过这个慢直播，把这个整个的驾考过程公开化、透明化，让大家都能看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想的很多可能在考试的或者是准备要考驾证的，他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啊，了解整个的考试流程，也可以看别人是怎么挂的，挂在哪个点了。对，主要是看别人怎么挂的。对，还能积累点经验教训什么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场没有驾照的，请举手。对，他有没有要考的？别。赵翔没有。赵翔在山里面不需要有。我们不仅学员看，其实教练也在看。咱们教练把学员送进考场之后，他最后只知道教练我又挂了，是吧？但是教练其实也可以通过直播知道他自己的学员挂在哪里了，他回头他也能总结，更好的提高咱们这个学员，就指导他的教学嘛，提高通过率。这个应该会有很多人看。对，其实很多考过驾驶证的，有些老司机他们也去看，也去巩固一些他们的那些交通知识啊，是纠正一些不好的习惯啊。那我得看一下，我是快25年了，的老司机。当然，今天小高也带来了驾考慢直播当中出现的3处错误，我们来考大家。直角转弯哦，没有打方向灯啊。对。正正考试过程信息，请耐心等待。
这开挺好呀，感觉没打转向，没打转向，没打转向都。确实拿过驾驶证的还是有这样的经验。刚才就看到了没打转向。对啊，他没打转向。对，咱们在变更车道的时候啊，或者是转弯的时候，都要提前开启转向灯的。对，是不是把雨刷当成转向了？对，确实第一下紧张了，是吧？还有吗？还有这种错误吗？还有，咱们继续看。哎呀，还戴个墨镜啊，很自信啊他单手开啊。对，就是单手开车。其实考试的这个最后的语音提示，考试结束，这个在这个之前整个过程，咱们都视为整个的考试过程，千万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我们有一次，我记得在有一次慢直播的时候，有一个学员也是已经全部考完他的项目了，都通过了，在他开回起点的时候，可能过于高兴，然后把双手都离开方向盘捂起来了，甚至鼓了一下掌。对，所以这个也是咱们现在很多老师傅容易养成的一些这些不好的习惯。对，但是我还是会这样啊，我还是2个手握方向盘。好，我们看第3个。科目2考试开始。这个雨刷就有点吓人了，这一下。他系了安全带吗？他没踩离合吧？哦，没有挂空挡，踩离合。对。但从这个角度看不到他有没有系安全带啊？成绩不合格。为什么直接一动直接就语音提示成绩不合格？成绩不合格。不能熄火，我记得那个考科的时候不能。但是他第2次没有熄火，为什么提示不合格？应该是没系安全带，或者是没系安全带吗？对，就是没有系安全带。哦，科2的第1步关门就要系安全带。其实发现没有，这个驾考的这个直播啊，沉浸感非常非常强。对，整个这个云监考过程呢是。这个反响是非常热烈的。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就有一次在直播，咱们一个女学员在第1次也是挂掉之后，那么第2次更紧张了。她重新启动的时候拧那个钥匙啊，特别用力，那个画面，然后评论圈就开始炸了，就心疼钥匙3秒钟，什么再拧钥匙就断了，什么还有给她配个扳手吧。最有味的一个，这就是你们平时连这个瓶盖都拧不开的女朋友吗？真的是非常有趣，不管是新司机还是老司机，我觉得通过这个看啊，你会提醒自己，是吧？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在挂科的过程当中所做的这件事情，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也有可能开车会不会做到？嗯，我觉得是一个提醒自己啊，非常好。12月2号呢是全国交通安全日，那么我们湖南交警也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慢直播活动，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参与，通过这样的一个慢直播呢，学习更多的交通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湖南交警和长沙交警的账号继续开展这种直播活动，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踊跃的参与进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我们122的主题是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那也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守法规、知礼让。我们非常感谢2位的分享，也谢谢交警部门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便民的这样的一些好直播。谢谢2位警官，谢谢。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雷神山、火神山当时是几亿人当云监工嘛，真是厉害啊！中国速度。在珠峰大本营驻守45天，只为带你领略最美珠峰。真漂亮，那个云彩都已经达到了山顶，日照金山。做慢直播呢，就是想展现给大家生活当中不会轻易看到这种内容，希望通过这个慢直播带给我们生活上的改变，这才是最重要的。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慢直播，其实他们都离不开我们国家越来越完善的这个网络基础建设。5G 时代到来以后，整个世界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它这个技术会让大家能够真正的通过慢直播去了解这个世界。接下来就请为慢直播提供网络技术支持的团队。
近日，雷神山火神山24小时建设现场的慢直播引发了极大的网上关注度，上千万网友在线云监工，向世界展。最新报道，珠峰大本营1号营地已建成5G 基站，足不出户云登顶珠峰成为可能。哇！欢迎欢迎！来，我们有请。大家好，我叫张鹏，来自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在去年呢，我所在的部门与央视频联合策划了雷神山火神山云监工的慢直播项目。大家好，我叫蒲敦珠，来自西藏电信日喀则分公司网络建设维护部，参与了珠峰12时辰慢直播的这个建设跟维护工作。我现在珠峰大本营驻守45天，只为带你领略最美珠峰。哇，这个一说啊，就觉得了不得。你知道那个雷神山火神山当时是几亿人都有看啊，当云监工嘛啊。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张鹏，慢直播对于一般直播来说，在网络技术上面要求是不是会不一样？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呢，慢直播大多数是在户外进行的，而且很多是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需要我们具有5G 信号稳定，需要带宽高，需要具备连续的高质量传输的能力。我们当时做2神山的慢直播的时候呢，就是同时使用了5G 加光纤的双千兆的网络作为双保险，保证我们的直播万无一失。第二呢，我们的云的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高清的摄像头连续24小时不停的慢直播产生的这个数据是非常巨大的，必须依靠云来处理。云监工呢，就是我们当时从武汉采集信号，然后通过云端分发到大大小小的屏幕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在云网融合技术的加持下，才能实现就是当超过2000多万人同时在线的情况下，我们的直播依然是非常的流畅，非常的高清。哇，好厉害啊！厉害！雷神山火神山当时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直播无论是参与度啊、关注度啊、影响力都是空前的。对，差不多有几亿人在看吧？对，去年有3亿多人。哇，3亿，真的！而且中国力量也都在这个地方展现出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那个时候就感觉大家是齐心协力在做一件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对。每个人他们都在这个上面表达自己对中国速度的这样的一种赞叹。现在一看起来，你会觉得祖国多么的伟大呀！中国速度。而你想想看，当时如果没有他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慢直播的话，在祖国的不同角落的人，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心也投射到那个地方去，也参与其中？你当时是看了？我看了。大家都在疫情期间都宅在家嘛，所以我当时是画了一幅画，也是我心中一个美好的希望。因为当时起稿的时候，我是用了一支那个铅笔，是里面有一颗种子，就是我画完这幅画之后，那个种子我有种到一个泥土里面，因为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画面看到希望，这是我一个期许。然后整个这个画面晚上大家看到这些建筑工人们，他是能够发光的。我觉得那一刻，所有人心目中这些才是明星，在夜晚能够发光的明星。我当时也看了，就是当时发现网友的评论特别多，大家都开始给各种运输的工具起名字，对，起名字。当时有一个小红车，就是来来回回的走，然后大家觉得他很努力，一开始叫他叫小红，后来给他起名叫努尔哈赤。那个时候有很多努尔哈赤，对。所以你看，网友们真的是特别可爱。就是张鹏，你作为这个幕后的策划者，这么史无前例的这么一个大的直播，你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你会不会想到那个上面去留言，这事儿是我干的？我也是负责我们的新媒体，所以作为新媒体小编，我们每天面对着我们的10万加、100万加，其实看到这种直播间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从100万到1000万，甚至到了过亿，这种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么成功？我认为主要有2点嘛。第一呢，就是快速响应。在火神山医院开始建设开工之后呢，24小时之内，我们就克服重重的困难，开通了我们的5G 的基站，然后把高清的信号输送给了央视频，云监工就这样诞生了。然后第2点呢，就是互动性也是特别的强。观众们虽然无法亲临现场，但是呢，可以实现情感在场。1天之内呢，数千万的网友就给所有的挖掘机啊、叉车都起好了名字，而且达成了共识，形成了这种现象级的传播。后来呢，国家博物馆也是把我们这次云监工的摄像头
作为这种历史的这种见证进行了收藏。哦。你看啊，张鹏呢策划了近100场的慢直播，那么你们在选择这个事件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讲究？我们在策划慢直播选题的时候，主要有3点。第一呢，就是要有新闻的敏感度。比如说今年夏天的时候，郑州发生了暴雨，这样的突发性的新闻事件呢，大家都很关心，迫切的想了解这样的灾情的进展。于是呢，我们也立刻开展了救灾的慢直播。第二呢，就是要有期待性，因为大家进入直播间其实都是带着期待去的。第三呢，就是题材的稀缺性。我们做慢直播呢，就是想展现给大家这种在生活当中不会轻易看到的这种内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珠峰12时辰慢直播，我们当时就是把这个直播开到了珠穆朗玛峰的脚下，然后大家坐在客厅里就可以感受到珠峰一天的整个景色的变换。今年呢是人类登珠峰10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所以为了开通这样的一个慢直播，信号也要送上去。对，确实是，而且我们的蒲敦中老师呢，就是亲身作为这种建设者，所以很多故事他都可以跟我们大家进行分享。我问一下蒲敦老师啊，第一次到那个珠峰的那个大本营大概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到那个珠峰大本营是2008年。您是从学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日喀则啊？对对对，但是我这个97年毕业以后，一直在日喀则负责这个网络建设跟维护工作。工作的24年间，亲身经历了这个无线网络从2G 到5G 的时代变迁。那个2G 时代呢，只能用小灵通打电话、发短信。到了我们今天的5G呢，我们可以用5G 加 4K 加 VR 的技术，可以清晰沉浸式的看那个珠峰。对于这个观众的体验上来说，有的质的配乐。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真漂亮。8点还这么亮？是9点多。8点，晚上了，9点了还这么亮。9点多。日照金山。那个云彩都已经达到了山顶。蒲敦珠老师，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我看到那个珠穆朗玛峰是8848米，那万一您直播没电了，你下山取？对呀，充电宝，我得。那个珠峰大本营的整个大本营这块是没有通电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基站设备还有这个直播的设备都是通过太阳能电池来供电。太阳能对，遇到阴天的时候，还要每天晚上到这个基站上、到设备上，去人工的发电啊，摇的那个吗？不是摇的，是我们的主要是这个基站上面大型的发电机都搬运不了，所以我们只能扛一些小的发电机到上面。我们这个保证组的话，总共有7个人轮流值班，每2个小时上去一次。我们上去的时候在肩上扛一个那个柴油，1桶柴油。然后呢，一步一步的走上去以后，到上面到了那个发电机那边，给发电机加油，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维护、巡逻。哇，太辛苦！那个工作的地方大概有多高海拔？最低的那个海拔是5300米。最低的是5300米。那老师您会不会有的时候还是会缺氧呢？还是难受？还是比较明显。现场去过西藏的朋友请举手，是吧？去过的你才知道那个高原反应。你上去有高反吗？我们开车到5300的时候，就车都跑不动，车也会缺氧。然后我只是想下车看一眼，然后真的是走2步就得插管子，就是喘得一塌糊涂。是的，我是不行。但是你去了以后，你一点都不后悔，太漂亮了。哎，蒲老师，我问一下，珠峰的这种直播里面会不会看到有人正在爬珠峰？当时我们这个做那个珠峰12时辰慢直播的时候，是恰逢这个珠穆朗玛峰攀登的窗口期，也就是4月跟5月，在珠峰那边特别架设了一个近景。因为那个近景里面也可以偶尔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登山队在登山。这个确实能看得到，手里拿着5星红旗到那个摄像头底下给广大观众打招呼。只怕家人还能够看到。对。在那个荣布寺那边有一个为那个珠峰12时辰慢直播特别架设了一个 VR 的全景摄像头。那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当地的一些牦牛、飞禽的话可以看到一些乌鸦和雪鸡。
所以你想象一下啊，像珠峰这种就一般人类都很难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做慢直播了，就还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地方吗？我觉得正好今天雅丽也在，我可以用从蝴蝶泉边到星辰大海来形容一下我们未来的这个就是对于慢直播的一个畅想。说到蝴蝶泉边呢，可能就是最近呢，我们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在做关于这个就是乡村振兴的系列慢直播的策划。哎呦，太好了！对，请你去我们浏阳小河乡啊，我们浏阳小河乡就算是一个约定，接下来一定要去。太好了！我们计划是在3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所有的县都开通慢直播的点位。通过这些慢直播呢，来宣传我们中国的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示美丽中国的形象，还可以推介当地特色的农产品。然后说到这个星辰大海呢，就是我们畅想未来，比如在天地互联技术更加成熟的未来呢，我们可以想象，或许我们的航天员在执行太空任务的时候，比如我们现在的湖南老乡汤洪波现在在太空出差，到时候呢，他可以架设一个摄像头在这个宇宙飞船上面。那个时候呢，我们坐在家里戴着 VR 眼镜看这个慢直播，可能就像有那种在太空里面自己遨游的那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所有做慢直播的朋友啊，就你是我的眼。就有可能我们在家里就坐在书桌，甚至是躺在床上拿着手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通过他们的慢直播，就把我们的视线能够拉得非常非常的远。我想真正意义上慢直播的作用是从心动到行动，带着你的家人到星空下，带着你的爱好去三江源，带着你对交规的这样的一份遵守到考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所有做慢直播的朋友希望通过这个慢直播带给我们生活上的改变，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场上的几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通过他们自己的作为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谢谢你们，谢谢，好好加油，也谢谢东珠老师，谢谢您，谢谢您，谢谢。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欢迎来到天天向上未来之城。作为一个科幻出版人，我认为元宇宙是人类无数可能性的未来之一。我想在元宇宙里面做一个维护秩序的一个警察。我可能会给我的职业起名一个叫自由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也不用工作。现在也可以这样啊，我们管那叫街溜子。门外面就是你的元宇宙。姚老师正是这个《三体》幕后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推手啊，还是《三体》的第一位读者。读完这部小说，人生都已经没什么再多的意义了。哇，此生无憾。我们是未来低空交通的探索者，跨层级飞行的，1000公里以上续航的，现在已经研发到第5代的飞行汽车。2024年的时候能够投入量产，这么快。我带来了很多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的一些应用，智医助理大概是在人类医生前3.7%的水平，可以诊断95%的常见病，3秒钟就可以读片来判断新冠肺炎的影像的一个技术，还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可以，不用找。祝子杰特别傻的跟我说，呵呵，我可以耶。那你会说湖南话不？不会干杂说佛啊。会干杂说佛。我们会将数字的界面跟艺术去进行一个创作，让大家更能看到未来世界的样子。哇，这个实现了所有小朋友的梦想，不止小朋友。通过 AI 的算法，将你的脑电波艺术化。很活跃。你特别喜欢韩歌吗？对。相信我，真的是对的，不要害我。脑电波是不会骗人的。完了。下周日晚，天天向上，一起解锁未来世界。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独家冠名商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下周日晚10点再见，拜拜。